苏晨，分配前往剑冢，担任守剑弟子。剑冢，那可是埋葬108000口残剑的兄弟。历代守剑人，轻则灵根尽毁，重则被剑煞穿心，灰飞烟灭。这跟有去无回有什么区别？苏晨可是上品灵根，怎么会被发配去当替罪羊？得罪了大人物呗。真传弟子玉天阳亲自发话，批他桀骜不驯，目无尊卑。一个杂役，怎么惹真传的？听说是为了咱们蜀山第一美女冷月仙子。弟子领命。哼，随便一句话就能断人前程。我为青阳，他为皓月，你一个底层，配不上月流霜。主动退婚，我许你入青阳峰。不退，桀骜不驯。好凌厉的剑煞之气，还没进门，皮肤就像被针扎一样。吸纳剑煞化为己用，这是传说中的先天剑体。别人眼里的深渊，对我来说，简直是绝佳的修行福地。灵剑锋芒不可直视，你若想安然无恙，最好老实一点。好恐怖的修为，我竟然毫无察觉。上品灵根，小子资质不错啊。既然来了，就安心待着吧。在这里，没人会报复你，但能不能活下来，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进了剑冢，规矩就一条：安分守己。若是惹了剑中的凶煞之气，小命难保。洗剑是个凶险差事，修为不够就会被剑煞侵蚀心智，甚至走火入魔。历代守剑弟子平均活不过30岁。既然如此凶险，做这差事能换来什么？熬满3年，直升内门。若能撑过10年，待遇堪比宗门长老。普通人想在这里撑过10年，起码得有金丹期的修为吧。玉天阳，难怪你轻飘飘一句话就能将我流放至此。不过你算漏了一点，我拥有先天剑体，这绝境恰是我的机缘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将你踩在脚下。上3层是灵剑，中3层是法剑，下3层是凡剑。你才练起1层，先从最底下的凡剑习起吧。每日量力而行，只要能在3年内罢了。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再说吧。洗剑，目标确认，那就从你开始吧。剑名鱼龙，剑主无名。10步。
那一缕致命的剑煞，竟然被先天剑体完全吸收了。我的修为突破到炼气2层了。黄级中品剑技，刺秦，10步之内瞬息毙敌。这108000把剑，根本不是什么催命符，而是我独享的无上宝库。再来！剑鸣飞鸿，剑着一人飞。剑鸣飞鸿，剑着一人飞。好霸道的剑意！飞鸿剑法，原来如此，我又变强了。好精妙的身法，黄阶上品七星逐月，正合我意。配合刺秦剑技，绝对防不胜防。再来！静脉有些刺痛，一次性吸收3道剑煞，到身体极限了。今天只能先到这儿了。陈景辉，这家伙刚晋升外门，跑来见主做什么？苏晨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吧？老子现在是堂堂外门弟子，而你只是个被贬来守剑的废柴杂役。剑种种地，闲人免进。若要择剑，出示腰牌；若没有，请离开。放肆！沦落到守剑还敢这么狂，懂不懂尊卑？现在立刻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我或许还能……这是第2次警告。找死！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今天我就废了你！第3次。你该庆幸，我现在手里没剑。滚！这小子有点意思，不过他的麻烦似乎不少呢。真冷啊！这剑煞之气，简直要把血液都冻僵了。好美！还从未有人敢用如此放肆的目光看我。不知真传驾临，拜见岳师姐。你认识我？没见过，但师姐气质出众。蜀山数万弟子，除了您，谁还有如此风姿？哼，没想到你原来是个油嘴滑舌的人。哼，那总好过一个不解风情的木头吧。
别贫了，我跟玉天阳没有任何关系，实在没想到他会因为你我之间的婚约迁怒于你，将你发配到这必死之地。师姐专程赶来，意思是剑种煞气太重，以你的修为留在这里必死无疑。现在跟我离开，我会替你重新安排一个好地方。跟我离开，我会替你重新安排一个好地方。多谢师姐关爱，不过我觉得剑种挺不错的。你疯了！这里的剑煞会要了你的命！我想靠自己的努力修炼，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你的身后，靠你庇护吧。男人的自尊心吗？你执意如此，那就随你。这是玉露丹，能帮你抵挡剑煞。玉天阳虽然自持身份，不会再亲自对付你，但他拥护者众多，如果受不住，别硬撑。你好自为之吧。这女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总喜欢高高在上。下次见面，最好还是我在上面。经脉不仅修复，还更强韧了。月流霜，金丹境强者的丹药，人情欠的有些大了。枯木老树，长发飘飘，树上坐着红衣姥姥。剑种禁地怎么会有个奇怪的女童？而且那些剑在怕他。剑种禁地怎么会有个奇怪的女童？而且那些剑在怕他。我居然想吃了她？难道这女童是一柄剑的化身？原来是个新来的大哥哥。还好有剑种禁制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难道只有晚上才会显化？昨晚没睡好吧？记住，晚上千万别进剑种，里面有些古剑煞气太重，夜里会显化作乱。上一个因为好奇跑进去的守剑弟子，直接灰飞烟灭了。这小子昨夜引动了魔剑之魂，还能安然无恙，希望你能活得久一点。
剑无数的剑骨，居然插着这种破烂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玄机。居然拔不下来！给我起！剑名剑不平，剑主顾长青，六金反铁铸成剑，世间何处不平事？剑名剑不平，剑主顾长青，六金反铁铸成剑，世间何处不平事？生来平庸，做什么剑客？你连一把像样的剑都买不起，给我下地干活！10年养剑，一剑空长。这是300年前蜀山剑神顾长青的佩剑，这是天阶下品心法养剑术。煞气太重，气海要被撑爆了！先天剑体，给我强行炼化！炼气3层，突破！外面这个新来的，好像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体质啊，真是有趣。终于将剑不平的煞气消化了，炼气4层，这速度堪称恐怖。剑神前辈温养多年的剑，不该在这里蒙尘，要不要就选他呢？果然不同凡响，你可比之前那些平庸之辈强多了。哎，怎么不理人啊？真是冷漠。这大白天的，我连个形体都举不起来。你真不适合那根破铁条，大哥哥，你天资不凡，来剑冢深处找我吧，我才是能助你登顶的那个。也许你是个宝物，但是抱歉，我不信天上掉馅饼。人呢？都躲哪儿去了？苏晨，给我滚出来！
哥，就是他，他就是苏晨。哥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行了，没出息的东西。小子，外门谁不知道我暴熊陈继雄的名号？你敢动我兄弟，今天这笔账该怎么算？哼，陈景辉擅闯剑冢重地，我因门规惩戒，以示手下留情。你们现在气势汹汹的过来，也是想在剑冢闹事吗？小子，你少拿规矩压我！我们今天来可不是闹事的。身为外门弟子，我来择剑，总没有违规吧？择剑，请出示身份摇牌，验证你是否有入茶资格。我现在就是来拿资格的。蜀山门规明文规定，挑战并击败守剑弟子，便可破例入剑冢择剑。这条挑战规矩冷门至极，多年无人知晓。陈锦雄这种莽夫怎么会懂？他背后绝对有人指点。原来还能直接挑战守剑弟子？剑朝的差事，今天说不定能换个人做做。想挑战守剑弟子可以择剑，不过按照挑战的规矩，你要先缴纳10颗下品灵石。10颗就10颗，全当你的医药费了。10颗灵石，用接受择剑挑战来赚外快，似乎是个不错的门道。既然收了筹码，那就出招吧。狂妄！全剑无眼，小子！待会儿趴在地上的时候，可别求饶！给我破！炼气6层，突袭法力，防御惊人，不能硬碰。懦夫，你就只会躲吗？漂亮小丑，结束了。有破绽。黄阶中品剑技，拔剑斩。这不可能！你输了。哼，你也要择剑？不！你刚才大可以直接要了我的命。只是择剑挑战赚点外快，又不是什么生死大仇，没必要下死手。别以为赢了我就能高枕无忧。你得罪了真传弟子，注定在这外门寸步难行。你和岳流霜有婚约的事，现在已经被有心人传遍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岳流霜，你可真是给我惹了个大麻烦。刚来时才炼气1层，短短几天竟有如此战力，不仅眼光毒辣，且胜而不骄，败而不杀，信性实属难得。唉，我这把老骨头迟早油尽灯枯，这剑冢或许是时候考虑接纳一个真正的传人了。陈锦雄居然败给了一个刚入门的守剑弟子，真是丢人现眼！他徒有虚名罢了。按规矩，击败苏晨就能拿到择剑资格，这可比苦哈哈攒宗门贡献容易多了。走，去剑冢找他。养剑术，起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先天剑体简直像饿极了的兽兽！
长青的幻象里根本没这一幕，难道说先天剑体让我直接把自身当成剑来运养了？这是先天剑胎，太完美了！迟早有一天能把我自己运养的堪比法宝。气血透支的太厉害了，这剑胎简直是个无底洞。炼气5层，成了。月流霜送的玉露丹彻底吃完了，消耗这么大，看来得去坊市买点便宜的丹药顶一顶了。冰糖葫芦嘞，看一看，瞧一瞧。10颗下品灵石，全买玄黄丸。30枚玄黄丸，你拿好。修仙真是个烧钱的买卖，得想办法赚点灵石了，不然这剑胎我都养不起。说起来，家里已经1个多月没寄信来了，等我修炼有成，一定要回苏家看看，报答小姨的恩情。等了半天，正主终于回来了。苏晨，我们是来拿择剑资格的，你若是怕了，就乖乖认输交出来。真是瞌睡了，就有人送枕头啊！我认输。还有谁要挑战择剑？这已经是第4个败下阵来的人了。此人法力精纯，远近皆通，毫无破绽。外门弟子郑勇前来择剑，请赐教。是鬼手郑勇，去年外门大比排名第48。出招！哇！技不如人，我认输了。连鬼手也摸不到他的衣角。厉害有什么用？剑中里的煞气会损伤根基，他不过是在透支修为罢了，绝非长久之计。这苏晨实力提升竟然这么大！当初咱们把他发配到这儿，是想让剑煞耗尽他的修为，好让月流霜的魂约作废。可现在看，他不但没事，反而站稳了脚跟。一定是月流霜出关给了他丹药，冷月仙子对他越上心，这小子就越不能留。月流霜在青阳峰那一剑已经表态了，咱们要是明着动他，万一玉绝峰那边追究起来，哼哼，放心，想教训一个弟子，借口多的是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好戏这就开场。还有谁要择剑，尽管上来。我来。是杨武，他擅长的是刀，跑来择剑做什么？你就是苏晨，敢顶撞真传弟子，我还以为长了3头6臂，原来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普通人。我是什么人，与你何干？要择剑就交钱，不择剑就滚！好，
希望等下你在我刀下惨败时，也能这么硬气。你来势汹汹，招招狠辣，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择剑。既然看出来了，那就乖乖认命吧。这法力浑厚程度，杨武竟然已经达到炼气7层了。他是杨家带一头狮的天才，真实战力不弱于外门前100的高手。苏晨这回踢到铁板了，肯定要吃大亏。就这点本事也敢顶撞真传，简直不是天高地厚！好一手通臂刀法，杨兄，你这位侄子当真了得。小武从小苦修白猿功和通臂刀，收拾一个苏晨10拿9稳，而且切磋也是完全符合门规的。只要重创苏晨，将他彻底踩在脚下，他和冷月仙子的婚约自然成了一纸空卷。到那时，少主一定会重重有赏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你修为明明不如我，这剑气怎么会如此霸道？他哪里知道，我体内的剑气皆是炼化剑主的煞气而成，远比普通法力更加凝练霸道。7星追月，6叶剑气。飞鸿，刺切，护体法器。凭你也想伤我？法器又如何？照样败你！放肆！大胆狂徒，同门教妓点到为止！你竟妄图下此重手，心性何其歹毒！他招招直奔要害时，你不管，现在倒跑出来装大爷！强行干涉择剑决斗，
以大欺小，压迫我手剑弟子，真当老夫已经入土了吗？哼！不敢，不敢！是我等不知深浅，无意冒犯了前辈，还望前辈恕罪。滚！再敢在剑冢放肆，定不轻饶！这老怪物居然会为了苏晨出头，该死！既然在剑中动不了他，那就只能等他出去再找机会了。多谢周老出手相助。击入剑冢，便是我的手剑弟子。你在外面惹了什么是非我不管，但只要站在这剑冢的范围内，就没有人能动你分毫。行了，你今日连战数场，自身真气消耗极大，此刻恐怕难以抵挡这里的煞气侵袭。先回去调息休养，待恢复后再来洗剑吧。是，弟子明白。杨武只是个开始，玉天阳，你想让我彻底折在这儿？我绝不会在这剑冢里做一辈子缩头乌龟。先天剑胎，终于完成第一次蜕变了！叶良要暴走了！给我回来！御剑飞仙就能无视阵法防御，这明明是筑基期剑修才能掌握的杀招。只是一击，法力就被抽干了大半。剑胎现在太脆弱了，一旦被外力毁掉，败亡的就会是我。不到万不得已，这底牌绝不能暴露，还得继续吸收剑伤，加强自己的实力。好凶的剑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剑明，法王，剑主，
降龙，给我破！老奴办事不力，特来向少主请罪。没用的东西，一个刚入门的手剑弟子，也能让你们铩羽而归？是老奴失策。那苏晨能撑下来，不过是靠着月流霜施舍的丹药。至于击败小舞，更是强行吸纳剑主煞气所致。看似威风，实则是透支底蕴，引壮止渴罢了。他这等微末伎俩不值一提，真正棘手的是他居然能惊动周老出面。手剑人一脉地位特殊，若真让他得了周老垂青，假以时日，必成我等心腹大患。把药拿给小舞，告诉他，一时得失算不了什么。至于那个苏晨，派人给我死死盯着剑主，只要他敢踏出半步，立刻传讯于我。少主难道要亲自下场对付区一个手剑弟子？若是落下个以大欺小的名声，冷月仙子那边我们如何交代？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。此子既有月流霜暗助，又有周老撑腰，羽翼剑锋，绝不可留。至于月流霜，只要办成此事，玉师兄自然会看到我杨家的忠心。只要能攀上玉师兄这棵大树，区一个月流霜算什么？苏晨此人，休想活命！第一剑，横扫千军！哈哈哈哈！来得好，第二剑，气贯长虹。痛快！最后一招！霸王卸甲！原来刚才那是剑中的传承试炼，我竟领悟了玄阶下品剑技。玄阶剑技远超我现在的黄阶剑法，大开大合，刚猛无敌。最恐怖的是最后一招霸王卸甲，竟然能提前凝聚出剑势，那是越阶制敌的绝佳底牌。这剑里好凶的杀气，竟想反噬我！幸亏我觉醒了先天剑体，不仅不怕反噬，还能吞噬煞气，转化为实力。有了这霸王破军剑，加上剑体加持，若再对上杨武，最多一剑，我就能让他一败涂地。大哥哥真是厉害呀！这霸王剑可是少有的硬骨头，凶厉得很。你居然可以这么轻易就将它降服？什么人？出来！这霸王剑可是少有的硬骨头，凶厉得很。你居然可以这么轻易就将它降服？
看来大白天的你这魔女根本出不来。既然只能躲在暗处，就别装神弄鬼了。哼，没意思。既然你被困在这里这么闲，不如说说我手里这把霸王剑到底什么来历？你手里这把原主名叫项龙，乃西楚国皇子。当年学成归国，曾以一人一剑大破敌军3000铁骑，剑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大哥哥，我观你能吸收这剑种的煞气来修炼，不如你往深处走，来找我。我绝对是这剑潮里力量最纯粹、最凶煞的一把剑，我保证能让你一飞冲天，傲视群雄。我幅员浅薄，哪里承受得住您老人家的威压？我现在这副身板真去了深处，只怕还没碰到剑柄，就灰飞烟灭了吧？这臭小子怎么这么警惕狡猾？不过嘛，若我修为足够强大了，倒也不是不能去试一试。你既然清楚所有剑的底细，不如指点我快速修炼。待我神功大成，有绝对的把握时，或许会亲自带你重见天日。好，但等你筑基以后，必须来寻我，带我脱离此地。若你真心助我，我自会尽力一试。往前走，第2层有一柄剑，煞气比你手里的更烈，要不你去试试？以我现在的修为，第2层的煞气刚好达到极限。这魔女现在有求于我，不敢轻易诓我。大哥哥，那把剑的煞气，可是连高阶修士都不敢轻易触碰的哦。这无主之兵，竟残存如此恐怖的煞气！畜生！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区区残影也想乱我剑心，给我破！那道金光竟能压制这等级别的煞气，我的先天剑体竟然在共鸣。炼气6层，甚至触到了7层的门槛，
因祸得福吗？躲在后面看戏，看够了吗？大哥哥好敏锐呢，这见面礼你可还满意？放心吧，大哥哥，我还要指望你带我出去，不会害你的。那白骨剑的煞气，连筑基修士都不敢轻易触碰。你居然全洗练了，大哥哥，看来你的体质很不一般啊。那股震碎煞气的力量，绝非普通的先天剑体。难道这跟我的身世以及父母当年的失踪有关？这与你无关，你嘴里没几句实话，说是帮我选剑，却差点让我要身陷险境。既然你没有诚意，那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哎，别走啊！我承认，我是想用那把剑试探你，但毕竟要合作，我也得看看你有没有带我出去的底气吧。刚才也就是看着凶险，你要真扛不住了，我会出手帮你的。你以为我信？如果我连刚才的煞气都挡不住，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废人。好吧，我道歉，你通过了测试。可是，你还没有通过我的考验。见则人，人亦会则见。玄黄丸耗尽了，好在最近攒下了不少灵石，是时候去一趟宗门访视了。少主，刚刚查明，那苏晨已经离开剑众，正前往山下的访视。让他苟活了这么多天，总算是肯出来了。立刻安排人手，我定要让他有去无回。